สวัสดีครับ，捧刺格拉ครับ，印地刀拉，靠速长孔鹏。大家好，我是南城华先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身旁这台 CRF 300L 是台怎样的摩托车。我给它的总结呢是软饭硬吃。CRF 用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就是吃软饭，对吧？这聽起來好像不太威風是吧？但是恰恰它就是用這種凡爾賽的方式，把軟飯吃出了硬核的效果。為什麼說它軟呢？它的懸掛軟，動力輸出也很溫柔，不會像那些專業越野車那樣一擰就暴躁。對普通人來說，它的油門、離合、重心全部都非常的友好。城市裡邊輕巧好騎，林道裡邊穩如老狗，泥地裡邊呢也能慢慢的磨練技術，一點呢都不嚇人。但為什麼又是硬呢？因為你真的把它扔到了爛路裡，它會比你想的更能打。碎石、林道、泥坑、爬坡，它都能硬吞。尤其是這套長行程的避震，真的是看起來溫柔，骨子裡硬。你要敢衝呢，它就敢陪你幹。這也就是 CRF 300L 的魅力，表面低調，實際能幹。沒有什麼浮誇的技術參數，但卻能把各種路況都吃得死死的。我自己一直呢也不強調技術參數，而是更注重這種實際的騎行感受。但是對於這台公路越野兩用的摩托車來說呢，參數還是有必要聊一聊的。因為它的每一項參數都不是為了在紙面上遙遙領先，而是為了服務那個軟飯硬吃的終極哲學。理解了這些數字背後的用意，才能真正讀懂本田在這台車上的刀法。我們先把主要數據給大家介紹一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泰國本田大排量官網和泰國本田官網兩個網站出現的數據又不一致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不愛聊數據的原因，因為它經常會出現數據不準確的時候。那最終呢，我結合了更多的其他國家的官網以及我自己實際測量，得出來了以下數據：前後減震的行程呢，均為260毫米，最小的離地間隙呢是285毫米。那麼大家最關心的坐高呢是880毫米。說完了數據，可能會有兩種聲音，比如說擁有專業越野車的玩家可能會說，這個數據根本擺不上台面，不帶你玩啊。那另外一種說法就是新手，或者說是來自於身材較瘦小的朋友，他會認為這個車是不是太高了，我是不是駕馭不了？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完視頻，這或許可以給你更多的參考。我們先從它的整體外觀開始說，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就可以認出來，它是一台越野車。高聳的擋泥板，纖細而堅挺的車身，前21寸後18寸的鋼絲輻條輪毂，這些元素呢，都在大聲地宣布，我是一台可以越野的摩托車。沒有一絲多餘的流線型包裹，所有的機械結構呢都裸露在外，是一種功能至上的美感。它和自家賽場上那些狠角色，比如說 CRF 250R、450R， 有着高度一致的家族設計語言。遠遠看去 ，CRF 血統裡邊的硬朗和攻擊性，在它身上一點都沒丟。這就像穿着同一套家族制服的兄弟，乍一看氣勢上誰也沒輸。但是啊，只要你走近了看，甚至不需要騎上去，你就能立刻發現它吃軟飯的精髓所在。它的稜角呢，好像被打磨得更圓潤了一些。車身的覆蓋件呢，雖然是同圓，但是更多的細節少了幾分賽場機器的肌肉感，多了一些從容感。比如說，它完整保留了所有讓你能在公路上合法舒適騎行的部件，規整的 LED 燈具，清晰易讀的多功能儀表，手感清晰的車把開關等等。所以呢，它的外觀是一種極其聰明的混合宣言。對於硬核玩家來說呢，和冠軍是親兄弟，血統純正，別拿我不當 CRF。對於普通用戶來說呢，它和那些不能上牌的洪水猛獸相比呢，它合法、友好、手氣齊全。這種設計呢，完美的服務了它軟飯硬吃的定位。它用一副絕對硬核的越野骨架，披上了一層精心修飾的適合日常使用的外衣。它不需要偽裝成街車，也不需要放棄自己作為越野車的尊嚴。那這種坦誠而巧妙的平衡，讓它停在路邊就能足以吸引兩類人的目光。第一類呢，是喜歡它、可以看懂它硬核底蘊而點頭的玩家。那另外一類呢，就是被它獨特的跨界氣質所吸引的新手。那接下來我們來一起看一看這台車。我們從車的正前方看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耐力賽風格的車頭和六角形設計的 LED 大燈。它的亮度對於城市通勤和一般林道的夜騎完全夠用。
燈殼的材質和安裝的方式呢，也考慮到了越野環境，這非常符合它皮實耐用的定位。它没有採用那種花哨的飞翼或者笑臉的設計，它就是一副本分專注的樣子，和整體的調性非常搭配。大燈兩側呢是 LED 轉向燈，前後4個轉向燈的燈體與燈架採用軟質的橡膠材質進行連接。對於一台難免會倒會摔車的越野取向摩托車來說，堅硬的塑料燈殼呢直接固定在車架上，如果一摔呢就很容易斷裂。而这個橡膠連接座呢，相當於一個機械保險絲。如果發生倒車或者碰撞的時候，它能允許燈體在一定的範圍內彎折或者位移，從而極大的緩衝了衝擊力，降低了燈本身的損壞幾率。另外，在通電狀態下，它前面2個轉向燈是常亮的，可以作為日間行車燈使用。擋泥板呢是越野車比較標誌的高位擋泥板，這個設計沒有什麼秘密，它就是標準的越野車解決方案。它主要的作用很實際，既能阻止前輪捲起的泥水、沙石直接砸向發動機和騎手，高度呢和弧度呢也都是为了这個功能而服務的。它的安装直接、夠用、耐用，而且萬一損壞了呢，更換成本也不高。這個擋泥板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信號。這台車設計時候，它依然保留着應對非鋪裝路最基礎、最實用的設計。我們再來看看車身側面。從側面來看 ，CRF 300L 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它非常的乾淨，沒有多餘的外殼，也沒有複雜的線條，沒有那種城市拉力車喜歡加裝的各種裝飾件。它的設計呢非常明確，功能優先，你能清楚地看清楚油箱的輪廓、車架、發動機、避震，全部坦然相見。這樣做的好處呢，顯而易見，維修方便，檢查方便。在非鋪裝路如果發生碰撞之後呢，損壞也更能直觀，處理起來更簡單。這種裸露的美學呢，是純粹的工具車的思維，也是它硬核底氣的直接體現。它的坐墊呢又長又窄，但請注意啊，它並非完全筆直。這裡有一個關鍵的區別，就是和那些競技越野車，比如說了它的兄弟 CRF 450R 的坐墊，為了極致站立騎行或者說重心移動，通常會完全平坦，或者說有一些前傾。而 CRF 300R 的坐墊呢，在這個直的基礎上有一個較為舒緩的弧度。我個人認為這個設計呢，一個是為了降低車座的高度，另一個呢是為了增加車輛的可控性，讓雙腳呢可以更容易的加車。這樣的設計呢，讓很多人呢可以輕鬆的駕馭這台車。但是它也有弊端啊，因為它的坐墊太薄太硬了，騎的時間呢稍微長一點，它屁股呢就會感覺到發麻。如果時間再長一點呢，你的蛋蛋呢也會發麻。當然，這不只是坐墊的問題，但CRF 300L 是我騎過震盪感最明顯的摩托車了，它不光震還麻，所以不硬不行。前減震的使用呢，是一個43毫米的金色倒立式前叉，雖然比起專業越野車的48、49毫米的減震呢，直徑要小一些，但是這個配置一拿出來，它的硬派身份已經坐實了。倒立式的前叉相比正立式擁有更好的剛性，尤其是應對那些非鋪裝路面劇烈的衝擊，在大力剎車時候都可以有效的抑制，讓前輪的指向性和穩定性呢更加出色。這也是很多硬核越野車和性能街車的標配。不過這裡有一個關鍵的點，就是它不可以調整，沒有壓縮、回彈、阻尼調節，預載也不可調。這聽起來似乎是個軟的妥協。但實際上呢，這正是本田平衡刀法的體現。本田的工程師呢，用一套預設、偏重舒適、多功能性的阻尼設定，試圖滿足大多數90%用戶的使用場景。從城市鋪裝路的細小濾震，到林道非小坡的緩衝，他把專業玩家追求的極致調教樂趣給省去了，換來的卻是零門檻的易用性和極低的維護需求。這很符合他兩用車友好的定位。這套前減震的行程呢是260毫米，和專業越野車的300毫米的行程呢還有一定差距，但是這就是本田，剛好夠用。與之匹配的後減震呢是中置多連桿結構，本田管它叫 ProLink， 擁有同樣260毫米的行程，並且支持預載可調。多連桿的結構呢能提供更漸進、更可控的減震曲線，讓後輪保持抓地力的同時呢舒適性也更好。預載可調意味着你可以根據單人、雙人或者載物的需求，快速調整車輛後部的支撐。前後260毫米的行程統一是它越野通過性的幾何基石。但是我必須誠實的說，這套減震也是它最受爭議、最飽受詬病的地方了。雖然本田官方已經聲稱調整了現款車輛的後減震彈簧和阻尼，但是給我的感覺呢，還是整體偏軟、
阻尼不夠，彈簧的磅數也不足。這裡就引出了所有量產車，尤其是這類全球化車型的核心矛盾：預設的標準體重。本田的工程師必須為這台車設置一個標準騎手的體重模型，通常会設置到55到75公斤，并以此為基礎去調校彈簧和阻尼。如果你的體重呢剛好在這個甜蜜區內呢，並且騎行風格比較溫柔，那麼這套減震的舒適性和多用途性呢會表現得非常的好。再結合它的窄坐墊設計，對於身材偏瘦小的朋友呢也是非常友好。但是問題就在於此啊，現實中的骑手體重，比如說我啊，載重以及骑行風格千差萬別。一旦你的體重超過這個預設，或者騎行的風格呢更激進，這套減震的短板呢就立刻的暴露出来了。後減震的彈簧磅數不足，會導致車輛坐下去太多，不僅影響這個離地間隙呢，還會改變車輛的幾何，讓車操控變得遲鈍，容易觸地。而前減震的阻尼油路的設定呢，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撐和回彈控制，在連續的顛簸或者大力剎車的時候呢，前減震會頻繁的打底，感覺鬆垮且缺乏反饋。這帶來的實際影響是，公路上多餘的不受控制的晃動呢會增加，高速的穩定性呢也会大打折扣。越野的时候呢，应对较大的冲击或者连续的坑洼的时候呢，减震无法有效的吸收和稳定车身。它会让你感觉到信心不足，操控起来呢很飘，所以这不是一套坏的减震，而是一套针对性极强的减震。它完美的服務了本田想象中的那位標準體重、溫和探索型的用戶。但是如果你不屬於這個範疇啊，它就變成了你體驗中最短的那塊木板。這也恰恰揭示了 CRF 軟飯硬吃哲學的另一面。它用軟的預設覆蓋了最大範圍的入門用戶。但是這份軟呢，也成了它的性能天花板。如果你想硬吃更極限的路況，那麼你就要對減震進行升級，比如說更換彈簧、重置阻尼，甚至更換整套減震，幾乎是必經之路。在泰國，大多數 CRF 車主會對減震進行升級。那麼好消息是呢，針對它的改裝市場非常成熟，方案也眾多。因此，看待這套減震呢，應該多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呢，我的體重和騎行風格離本田的標準模型遠不遠？那第二個呢，就是我更多的使用場景是怎麼樣的？想清楚這兩點，你就知道這套原廠減震對於你而言是恰到好處的軟，還是必須捨棄的短板了。那麼咱們聊完了這個頗具爭議的減震呢，我們再來看看本田在現款車上悄悄給的毫無爭議的硬貨，也就是輪毂。現款的 CRF 300L 輪毂從普通的助力輪毂升級為了 Excel 品牌的輕量化鋁制輻條輪毂。這個升級呢，看似好像只是換了一個供應商，但是呢，實則意義重大，是真正的加量不加價。我們來拆解一下它的好處：更強的剛性。Excel 是日本知名的輪毂品牌，在越野和賽事領域呢，口碑極佳。它的輪毂在製造工藝和材料的強度上面通常更好，能夠提供更好的這種側向的剛性，在激烈駕駛或者承受衝擊的時候呢，變形更小，那也意味着可以更精準的操控，也有更強的可靠性。同時呢，換來了更輕的簧下質量，輪毂、輪胎、剎車盤，它們都屬於簧下質量。減輕這裡的重量呢，是提升車輛操控性最有效的途徑之一。更輕的輪毂能讓減震系統反應更迅速，輪胎貼地性更好。無論是公路上的靈活感，還是在非鋪裝上的應對顛簸的輕盈感，都會有可知的提升。這可以看作為對原廠減震偏軟在動態響應上的一種隱性補償。另外一點呢，就是有更高的改裝潛力和辨識度。對於玩家來說呢，原廠配備Excel輪毂呢，意味着有更好的基礎。這不再是看起來像越野的車，而是在關鍵部位就是更專業的裝備。所以這個升級呢，可以理解為本田在保持整車軟的定位上，在一個非常核心的硬件上給了你一個真正的硬量。它沒有去動那套爭議的減震，而是選擇了強化行走系統的根基。這也就是本田非常聰明的地方，既提升了整車的價值和競爭力，又維持了其易上手、適合改裝的原有性格。總結來說 ，CRF 300L 在行走系統裡呈現出來一個有趣的組合：偏軟但較長的減震行程，為了舒適和多功能妥協，留有升級空間；硬核的 Excel 輪毂提供扎實的基礎和輕量化的優勢，前21寸和後18寸的越野尺寸是不變的硬派通過性的保障。這個組合再次印證了它的平衡哲學：
在你看得见、摸得着，且对品质有長期影響力的地方，它給足了你誠意；在涉及主觀體驗和個性化需求的方面呢，則給你一個可靠的、可修改的基線。那麼接下來，我們一起坐在車上看一看，從第一視角看看它為我們準備了什麼。這裡才是它友好性格最直接的體現。我們看到這塊副顯儀表，它非常的本田，清晰、樸素，毫無花哨，時速、轉速、油量、里程、時間、檔位這些核心的功能呢，一目了然。即使在強光下呢，也完全可讀。另外，它有一個一般摩托車沒有的功能，就是計時器。它沒有彩色大屏，也沒有手機互聯，但是它絕對不會在你需要專注骑行的時候分散你的注意力。這是一種功能至上的數字化表達，它和機械部分的設計語言呢一脈相承。儀表的旁邊呢是 ABS 的開關，可以完全關閉後輪 ABS。遺憾的是呢，只能關閉後輪，而前輪呢沒有辦法控制。所以有很多朋友呢，直接又加了一個開關，用來斷掉 ABS 保險，達到 ABS 完全關閉的狀態。車把使用的是22寸的鋼管車把，並且帶一個橫向的支撐拉桿，用來增加強度。车把的寬度呢比較寬，高度也很適中。在公路騎行的時候呢，你的手臂和上身能處於一個自然放鬆的狀態。當你需要站立骑行的時候呢，這個角度又能讓你很容易的將身體重心前移，不會覺得很別扭。對於越野新手來說呢，這是非常友好的。你不用刻意修改你的騎行姿勢，它會先把你的姿勢調整好了。車把左右兩側的控制按鍵和現在幾乎所有本田摩托車高度保持一致。左邊呢是遠近光切換、喇叭、轉向燈開關，右邊呢是熄火開關、雙閃和點火開關。手把膠呢屬於這種比較細的，屬於小手友好型。這種零學習成本的熟悉感，讓你上車就能專注於騎行本身，而不是尋找某個功能按鍵。擰動油門，你就能感受到這台286cc 水冷單缸發動機，它的響應是極其線性、友好，沒有突如其來的暴力。這種軟的輸出特性，正是為了讓你在任何路況下都能細膩地控制動力。當你果斷地擰下去，它持續可靠的動力儲備又會告訴你，我的底子其實很硬。官方數據顯示，這台車的發動機呢有27匹馬力、26.6牛米的輸出，但是這只是官方的數据，和實際的輪上馬力有一定出入。車身的側面呢，就能明顯的看到排气管，它是採用了標準的高位排气設計。但是我不得不提，日常骑行中更直接的感受，發動機和排气的熱管理呢比較一般，甚至說很差。這台单缸发动機呢本身運行溫度就不低，再加上排氣從頭段到中段都包裹在這個車架內，在城市慢速蠕動或者說臨到低速攀爬的時候呢，熱量會明顯的有堆積感，右腳特別是右腳的腳踝處會明顯感覺到持續的熱浪，夏天更明顯。它能熱到什麼程度呢？如果你穿短褲，你可能根本就受不了；如果你穿長褲呢，會感到一絲絲熱浪。但是你穿上越野裝備呢，那就無所謂了。這雖然算不上硬傷，但是確實呢是它硬核設計帶來的一個副作用。為了通過性和保護性做出的布局，在散熱上做了些妥協，算是軟飯硬吃之餘，附贈了一份鐵板燒的體驗。離合器呢，配備的是滑動離合器，它非常的輕。這可能是你上手後的第一個驚喜。即使長時間在擁堵的市區或者複雜的林道裡頻繁操作，左手也不會感到疲勞。配合清晰的離合結合點，讓起步、半聯動、控車變得異常的輕鬆。這無疑是最軟、最友好的一環。我們再來看看剎車系統。前輪呢，使用的是256毫米單碟盤配單向雙活塞卡鉗。它提供的制動力對於 CRF 300L 的車重和定位來說呢，是足夠線性的，你不會感到明顯的撞牆感，但是你能獲得清晰可預測的減速感。這一點呢，對於非鋪裝路面上的精細控制尤為重要。後輪呢，使用的是220毫米的剎車盤，配合單活塞卡鉗，主要負責調配制動力和輔助穩定車身。剎車泵和卡鉗呢，均是本田的老朋友日清品牌。剎車的配置並不高，還是那句話，剛好夠用，這也很本田。另外呢，像腳踏、換擋桿、剎車踏板這些最常用的部件，它的設計語言就一句話：你千萬別跟我談精緻，我是來幹活的。首先看腳踏，它原廠就沒有配備橡膠襯套，而是直接在金屬框架上加上了尖銳的防滑齒。這可不是減配，而是最純正的越野思維。然後就是換擋桿，它採用這種可折疊的軸銷設計，這簡直是越野車的標配。
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摔车时候减少损失的几率，让你能骑出森林。当车辆侧倒，换挡杆受到横向撞击，它会有一个向内折叠吸收冲击力，而不是硬扛导致杆身弯曲或者变速箱内部受损。扶起车，掰正它，就能继续前行。这是用最低的成本解決越野中最常見的高頻損耗問題。所以當你看到這些細節，你就會明白 CRF 300R 的軟只存在於它的動力調教和騎行姿態裡，而這些關乎於耐久性、可靠性和實戰性的功能，底層邏輯上它完全是越野車的風格。拋開了所有參數 ，CRF 300L 給我最深的騎行感受就是，它是一個極度包容的夥伴。它不會嘲笑你的技術有多生疏，因為輕盈的操控和友好的動力就是為了你而準備的。它更不會限制你的探索野心，因為它的骨子裡始終流淌着 CRF 的野性血液。騎上它，你不會感覺自己在征服一台猛獸，而是在與一位熟悉的老朋友共同冒險。它懂得在公路上收斂鋒芒，更懂得在泥土裡釋放天性。最後，我想說。CRF 300L 是一台精準定位的公路越野兩用車，它最適合不想被禁錮在鋪裝路面，但又對專業越野車望而卻步的探索型騎士。它用軟的一面讓你可以輕鬆上車，毫無壓力的通勤，再用最硬的一面賦予你遠離公路、探索未知的底氣。它的強大不在於任何一項頂尖的數據，而在於全面、務實、高度可玩的平衡。它一定不是最具性能的，但絕對是能讓你笑着騎最遠、探索最多風景的可靠夥伴。最後，讓我們一起來聽聽這台車的聲音吧。